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胡先生。澳大利亚刚刚和美国签订了引进核潜艇的协议，他的国防部长就叫嚣着要和中国开战，他难道不知道其后果有多严重吗？美国决定让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，陡然加剧了各方对有关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担忧。正在访问美国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17日表示，说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图非常明确，同样，美国也非常清楚他们对台湾的意图。没有人希望看到冲突，但对中国人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个问题。达顿甚至强调，如果中国大陆决定对台湾采取一些行动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美国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与美国有着70年的联盟关系，所以我们在这件事上要现实一点，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朋友。什么意思？为了确保他在世界上有最好的朋友，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和中国开战吗？这个后果是相当严重的。对此澳大利亚国内爆发了不同的反应。澳大利亚新闻网在报道达顿的采访时，用标题直接声称，彼得·达顿对可能与中国开战的前景发出了直言不讳的警告，并强调所谓台湾主权的问题是最有可能的爆发点。对此澳大利亚一项媒体表示担忧，但是达顿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。他的意思非常清楚，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，美军就有可能介入。澳大利亚与美国有着70年的联盟关系，所以他也可能会参战。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，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小跟班，几乎参加了最近这几十年来美国所有的海外军事战争，包括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、阿富汗战争等等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绝对不是开玩笑。达顿说这个话肯定是有其目的的。在达顿做出这样一个强硬表态的时候，美国军方又是怎么说的呢？最近美国参联会主席和副主席都分别说不和中国打仗，甚至说一旦发生危机事态，他们会事先通知中国。而达顿在美国的这个表态可以明显的看出来，与美国军方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。可以这么讲吧，达顿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是迟钝，又蠢又坏。美国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，其目的是什么？当然希望他能帮美国一把，在背后对他在搞什么南海自由航行的时候提供一定的帮助。但其最核心的目的，只不过想把澳大利亚军队推上军事反华的第一线，减轻自己的压力，而且还可以从中薅澳大利亚的羊毛。毕竟这笔交易，它的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。不过达顿可能忘了，澳大利亚要拿到这8艘核潜艇，要等到2040年以后。而到那个时候，台湾问题可能早就已经解决了，你就是想找借口来干预中国的事务也晚了。即使没有台湾问题，如果一旦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，澳大利亚也有可能会参与，因为它有了核潜艇了嘛，它可以从澳大利亚跑到中国的南海、东海地区活动。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的生存概率有多少？这是要打个大问号的。澳大利亚过去没有核潜艇，现在到了2040年以后，它开始装备了，要想熟悉这些先进的武器系统，还要过若干年的时间。何况它能否使用这些装备？而这些核潜艇一旦跑到中国的家门口附近活动，它的生存概率有多少？这个恐怕动脑子想一想都是会很清楚的。当然，从某种角度讲，达顿这个表态可以说很愚蠢，但是
如果就澳大利亚国内的形势而看，他这个表态恐怕也透着一点精明，因为他所表达出来的反华立场看上去非常激进，其实呢，他并不傻。他之所以表现的要比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还反华，骨子里就是想在搞掉莫里森之后，他争当党主席。当然，他如果当了党主席，有可能就会是下任澳大利亚的总理。那么，为了一己之私利，达顿在美国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华表态，可以说蠢到了家。表面上看他有些精明，但实际上他把整个澳大利亚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。那么一旦他跟在美国的后面，干涉中国的国内事务，他这8艘核潜艇对中国来讲有什么用？既然澳大利亚有了干涉台海的想法，那么也必须明白干涉的后果，小心被中国打残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